要真正伟大，必须与人并立，而不是站在人上。在寡头政治中，一位王子的暴政对公共福利的危害，不如在民主中一位公民的冷漠。最大的暴政莫过于打着法律的幌子和正义的旗号。无用的法律会削弱必要的法律。如果三角形有能力创造神，他们会给神3个边。大多数事情的成功不是来自命运的巨大转折，而是来自简单渐进的进步。由战争建立的帝国必须靠战争来维持。节制的精神也应该是立法者的精神。战争时期，法律是沉默的。每一个政府的衰败，都始于其建国原则的衰败。当立法和行政权在同一个人或团体中结合时，就不可能有自由。人们思考的越少，说的越多。共和制以奢华告终，君主制以贫穷告终。变坏的绝不是新生的一代，只有在年长的人已经腐化之后，他们才会败坏下去。在贵族政治中，最明智的人统治；在君主制中，最好的人统治。大多数事情的成功取决于知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功。国家的良好培养不是因为他们肥沃，而是因为他们自由。法律只负责惩罚公然行为。如果你只是想要幸福，这一点也不难，难的是我们总期望比别人幸福。一切拥有权力的人都有滥用权力为自己谋求私利的倾向，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。一个有才智的人，一般的说是很难与人相处的，他能选择的人是很少的。衡量一个人的真正品格，是看他不为人知时的所作所为。品德应该高尚些，处事应该坦率些，举止应该礼貌些。人在苦难中才更像一个人。好习惯有4：准时、正确、恒心、迅速。缺少第一项，光阴会虚度；不具备第2项，错误百出；没有第3项，事情永远办不好；失去第4项，遇上良机都会白白错失。美必须干净、清白，在形象上如此，在内心更是如此。能把自己的生命寄托于他人记忆中，生命仿佛就加长一些。光荣是我们获得的新生命，其珍贵实不下于天赋的生命。我从未知道有什么苦恼是不能为1小时的读书所排遣的。专制政治的原理就是恐怖。真正的自由只能是法律下的自由。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而为一，那么地方法官就掌握了压迫者的权利。在一个不可避免有地位不平等的国家，必然有特权的存在。礼貌使有礼貌的人喜悦，也使那些受到礼貌相待的人们喜悦。无论是在共和制国家中，或是在专制国家中，人人都是平等的。但是两者的平等是不同的。共和国的人人平等在于大家都是主人，专制国家的人人平等在于大家都是奴隶。处在幸福两端的人，也就是特别幸福和特别不幸的人，都倾向于残酷；处在幸福中间的人，则会具有温和恻隐之心。对一个人的不公正，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。法律的制定是为了惩罚人类的凶恶悖谬，所以法律本身就必须最为纯洁而无垢。如果你追踪机制，
结果却会抓住愚蠢。法律在一般的情况下才永远是公正的，而在实际运用时几乎永远是不公正的。解放一个习惯于被奴役的民族，比奴役一个习惯于自由的民族更难。以上是孟德斯鸠的智慧格言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请帮忙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下次见。